印度最新型的驱逐舰交付了海军，号称是印度的055。不过这玩意儿从哪儿能看得出来它像055啊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每艘耗资是12亿美元多，经过了8年的建造，也就是下水6年之后，火灾2年之后，印度新型的 P-15B 型，也就是那个维萨卡帕特南级导弹驱逐舰第一艘，前几天终于是交付印度海军了。其实呢，一个国家能够坚持不懈发展自己的力量，就算水平不高嘛，也是应该尊重的。而且呢，从这艘特南级驱逐舰啊，我们也要看到印度造船确实有进步。以前他们造德里级驱逐舰的时候，从规划到成军用了24年。相比之下，这次呢修改 P-15A 的这个桅杆还有舰桥，改成 P-15B， 这个修改只用了6年，确实比以前快多了。但是呢，印度媒体说这艘新的 P-15B 型驱逐舰的水平相当于中国的055，这个就实在是不能忍了。我们可以尊重印度人的努力，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印度人侮辱我们的055啊。比如印度人讲话说 P-15B 是隐身舰艇，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的上层建筑对雷达来讲是透明的。那么其实这艘驱逐舰刚下水的时候，这句话我认为还算符合实际情况，因为它刚下水时候就根本没有上层建筑。一个舰艇隐身性能好不好，其实最直观的也就是看它上层建筑外观是否简洁平整。而印度这艘船造了一半，没有安装各种设备的时候，我们看它的上层建筑还不错，已经摆脱了印度过去的那种水面舰艇风格，也就是俄罗斯海军曾经的70年代风格。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舰艇啊，70、80年代那时候都是各种电子设备、各种武器、导弹发射架密布，然后设备之间电磁兼容性保障都是很成问题，各种武器堆在一起，那么隐身性能根本就不用考虑。结果呢 P-15B 最终交付的时候，我一看那照片啊，虽然是比以前简洁了一些，但是来自于7个国家的不同武器装备还有设备全部安装完毕以后，那感觉就好像是原来比较干净的一个广场，一下子变成了各种小摊贩铺开的自由市场，完全破坏了他们上层建筑原来还算平整的外形。那么换句话讲，印度的设计水平应该还是做不好全舰整合。而所谓的隐身性能跟美国、欧洲一系列强调隐身性能的同类舰艇比，由于它的外观复杂很多，基本上也就仅仅相当于中国的老052或者052B 的水平，跟中国的052C、052D、055还有054比，包括跟欧洲一些先进舰艇比，根本就没法比了。所以从隐身设计角度来看，中印双方的驱逐舰设计建造水平差距大概是在20到30年左右。而且呢，付出这么大代价以后，这艘舰艇的性能和火力其实也还算是相对比较弱的，跟 P-15A 相比没什么进步。反舰作战呢，靠布拉莫斯还算是不错，不过正常状态下呢，谁还跟你玩舰对舰导弹对射？印度海军最主要的对手是巴基斯坦，主要的威胁也是枭龙战斗机带的反舰导弹。那么他们对印度海军各种舰艇可能是非常致命的。而 P-15A 也好 P-15B 也好，他们的雷达探测距离还有巴拉克舰空导弹的射程都不够，对于巴基斯坦飞机威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0。也就是防空导弹垂直发射单元数量还可以，有48个，能给印度海军增强一定的拦截反舰导弹的能力，这就比德里级强很多。从坦克到飞机，再到印度海军的驱逐舰和航母，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重复性问题，就是为了快速出成果，印度人喜欢从国际市场上买各种成熟产品，然后拼到一块儿去。但是造武器可不是攒电脑啊，把各种装备整合起来，要达到最优消费比和最好的性能，需要的绝对是硬功夫。比如说俄罗斯，他们可以用在我们看来很原始的技术，整合出基洛级那样优秀的潜艇，这种整合的本事我们也是非常佩服的。而整合所依赖的基本功，就要从简单到复杂，一点点积累，是逐步练出来的。技术理论和工程实践，哪个基本功没有学明白练到位，都不能急着赶时髦。好，关于印度海军的造舰水平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